青鸟，你在乎言论自由吗？法院有登表决耶，这是台湾有，中国没有的，台湾好棒棒。他在乎的是林北不是韭菜，你们是韭菜，这才是这个心态里面最核心的地方。这叫做民主的傲慢。馆长不是说中国有9个党就是有民主，说在2党，美国就是选出疯子跟低能儿，那多党制在欧洲选出更多极端狂热分子，政府不稳，天天倒戈来倒戈去，多荒谬！小粉红就是爱国者，我完全认同。可是你不能说我要让国家富强，所以你批评国家，你是不爱国，你是叛国贼。阻碍中国进步的就是这些爱国者。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不能被老外欺负，不要被殖民，不要再饱受内战。这种胸怀，我觉得是不分政府的。先前去一趟上海，有一个大型歌舞秀《千古情》，最后一段他就演到了中共的烈士如何去推翻万恶的国民党，一边听他们喊我们建国成功啦，我们的感情比较没那么直接，可是还是能够感受得到那一股爱国的情怀，以及希望说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希望整个中国人都能够富强安乐。我当时就觉得，以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应该是去演推翻满清的故事嘛。我觉得可惜在台湾就不会有人拍，好像没人记得推翻满清的这些先贤先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惆怅的事情。好多年前去北京大学交换，我们在大陆的时候谈很多两岸之间互动关系的往来，中国历史的理解跟认同感，所以我们完全是可以感受中华民族过去这么多年被西方列强欺负，所以我们希望中国人站起来。有网友留言说，黄文修最讨厌小粉红，这个完全就你误会了，我完完全全是中华民国派。中国共产党治理大陆有好的地方，我们就说出来；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也要点出来。但是这些小粉红是很自卑又不读书，因为他过去觉得被西方列强人欺负惯了，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让中国富强，我完全认同。可是你不能说我要让国家富强，所以你批评国家，你是不爱国，你是叛国贼，这个叫爱国贼。我告诉你，阻碍中国进步的就是这些爱国贼。前几年这些人最丢脸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讲了很多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道路，然后频道就有一些小粉红开始不爽，黄文修是傻逼，什么都不懂，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最后在回应抖内的时候，我就掀开我的陷阱卡，我讲的这一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某某某某某的讲话，洗版的小粉红集体崩溃。拜托，里面连贵党的总书记讲的话都忘记了，然后你凭什么来指责黄文修不懂中共的制度？我自认是中国人，所以我关心两岸三地的发展，关心两岸之间的互动交流，难道这样都不行吗？所以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够坚韧、够强大的，我们应该要包容批评。所谓民族自信心是什么？今天中国人站起来了，西方列强，美国人尤其不爽，美国人整天批评中国独裁、中国专制、中国偷晶片、中国偷技术、中国怎么样？你讲你的，中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去跟你争，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会越变越好，越变越强。刚才讲到爱国贼，换个方向不就是爱台贼吗？所以我讨厌小粉红，我也讨厌小粉绿这一类爱国贼，他们就是国家之所以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现在清两那么激烈，民进党赖清德是有意制造，这是两岸政府最大的差异。这些人有多无知？法院有登表决耶，那一天是马上要被罢免的立委嘛，这是我可以打发票，这是台湾有，中国没有的，台湾好棒棒。就是暴露自己的无知啊！中国人大是有投票的，中国人大是不可以开会不到，台湾的立法院跟台湾的议会爱来不来没有人管你。柯建铭都敲班多少次了？现在的反应超好笑。原来立法院有造谣委员，我们立法委员是弱智，大家觉得像不像智障？别骂了，这个人20几万月薪啊，真的是超级瞎的。所以我也觉得很可惜，近年在台湾的教育是真的不教这种东西了。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在近代跟现代的历史要往何去，我们还不知道，至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清楚。这几年整个社会风气就不崇尚教这件事情，甚至打从心底排斥这件事情。你们常常批评说中国大陆共产党资讯封闭，都不准人民知道真相。你不要小看大陆人，大陆的网络非常的发达，他们只要想查都查得到，他们只是安居乐业，不一定要关心政治。很多台湾人也都是我们安居乐业就好了。所以我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碰过的，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理性，可以讨论事情，没有那么偏激的意识形态的，这只是说我们要有一些机会去理解这些历史的教育。
馆长，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年来都是共产党在执政？他们有政党政治吗？不是说有9个党就是有民主。虽然有其他在野党在大陆，可他们永远不可能透过民主的选举变成执政党，这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的。这当然跟台湾的制度是不同的，但并不能说这样就是不民主。黄伟汉意思说台湾没有独裁，因为我还能够选举，我还能够投票。独裁不是这样定义的。台湾虽然是能够政党轮替，但是你执政党垄断权力、无视法治，这难道不是独裁吗？我觉得两岸的朋友都可以深思。坤文哥为了臭馆长而臭馆长，民主制他觉得是一个好制度，所以他才会觉得大陆没有选举是一个坏事。但其实第一个，大陆有选举；第二个，连美国总统都不是普选的。中共虽然一党专制，可是他们的内部监督跟竞争的机制是很强的。这是一个科举加上选拔的制度，他领导人一定是有治理能力的。对，你就把它当成我们中华民国这边的公务员，你只是对外一组人马2套牌子。而且评鉴的标准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实际上的政绩。你说你没有政绩，有本事花钱搞媒体、搞行销，不会治理也能选上，那这到底是福是祸呢？说在2党，美国就是选出疯子跟低能人，那多党制在欧洲选出更多极端狂热分子，政府不稳，天天倒戈来倒戈去，极端主义的兴起啦，民族的纷乱啦，一大堆。所以还认为民主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叫做民主的傲慢。馆长也很好笑，我可以上网称赞孙中山。大陆的朋友说，在台湾写毛泽东、歌颂毛泽东会被骂。我跟你讲，你在台湾歌颂毛泽东，会不会有人骂你？可能有，但是你要歌颂毛泽东是你的自由，跟我没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你要去讲这个？还是馆长你就信了？在台湾歌颂毛泽东会不会被骂？会被出征？难讲。有一个人他说他从小最喜欢读毛泽东的书，甚至在推广毛泽东的思想。谁？陈菊。所以在台湾歌颂毛泽东会被骂吗？爱跨栏。可是，在台湾问陈菊死了吗？不是出征，是逮捕。馆长是一个统战的样板啊！馆长跟这位大陆的同胞，他们一搭一唱，1分多钟在讲什么大陆的民主、大陆的政党什么的。你说台湾2300万人，有多少人会信？馆长自己很清楚，他可以3字经骂赖清德骂了1万遍，可是就是不能骂习近平。为什么大陆不能批评习近平呢？习近平是神嘛？这个叫比烂。世界各国每个地方对言论自由本来就是有范围，比如说在英国你不可以歌颂希特勒，日本你不可以随便批评天皇，泰国你也不可以开太皇玩笑。那请问，难道我们会觉得，那为什么比希特勒不行？为什么比纳粹不行？这难道不是一种言论自由吗？那对中国大陆来说，就是人身攻击国家领导人，以及丑化或者是攻击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界限。那领导人难道不能批评吗？不是不能批评，要看你批评的有没有水准。如果是像民进党议员骂蒋万安这种骂，没什么好值得鼓励的，他对治理没有帮助。政治人物绿营、批评大陆都忽略一个很关键的角度：台湾没有资格去评论如何统治14亿人。你不会治理这14亿人，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有能力取代习近平的位置。比如说习近平，上海市长位置都取代不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批评蔡英文跟赖清德？因为搞不好我可以做比他好。讲大白话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可以干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因为我可以做的比他好。那我们只是一般的评论，不一定要取代他。这种言论自由有没有？当然也有。在大陆，就你私底下骂没事都不会管你。大陆禁止的是说你公开广泛的人身攻击式的骂党、骂领导人，还有骂中国。可是你也常常听过说，在大陆你上网批评政府就会被封禁。这个据我的了解，很多时候是各地网管揣测上意。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长期在这个一党专制权力的结构下，有一些中间的人就会去揣摩上意。糟糕，你批评中央领导，上面长官会不开心，所以我先把你给封掉。我试问你，这个东西难道台湾就没发生过吗？历史哥一天到晚被限流，一天到晚被黄标，我脸是被关了2年。你就想，如果真的要说不能批评元首，不能批评皇室，大陆好歹元首还是选出来的，或者是体制内推上来的，皇室靠血缘。那我就问，新南向政策有几国被你骂了？泰国肯定第一个要遭殃，马来西亚也要被骂。这些组成王国去推出来的，柬埔寨他也是血统，在皇族里面遴选，甚至选举推举的。新加坡它不是皇室制度，可是新加坡它对言论自由的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这种心态不祛魅，那我们看这些永远是偏斜，很恐怖。如果台湾被青鸟主导的话，会疯掉。
蛙鸣思维，强都是打压言论自由，这个叫弱智。翻墙这件事不是单纯限制言论自由、资讯封闭，如果没有强的话，爱奇艺、阿里巴巴、淘宝根本就涨不起来，现在根本就不会有华为、微信，你就用不到美团、滴滴打车，你哪能够享受到现在这么便捷的生活？到时候中国所有的网络命脉就被美国控制，这倒真的。后来为什么美国干脆也不进 TikTok？ 因为当美国想要进 TikTok 的时候，就冒出了小红书。进没有用，而且小红书突然就冒出一键翻译功能，那就跑到一大堆外国的博主。这其实就是国家发展在产业发展的初期，要有一个保护政策，对，你要至少要读到这个层次，你才来辩论说强的作用好跟坏。网络主权或叫数位主权，这才是真正的独立国家。我们说世界上有3个半的独立国家，一个叫美国，一个叫中国，一个叫俄国，一个叫印度。但有一个点是俄国没有的，俄国的网络其实相对不独立，而世界上最有网络独立主权其实是美国跟中国。那回过头来，那请问台湾有网络主权吗？Google 台湾区总经理是全能性委员会的委员，那请问这是什么东东？又是外国人，又是你的政府，那请问他们到底是听谁的？所以其实台湾人在讲对岸不能批评元首这件事，是真的在乎言论自由吗？其实台湾人很多的心态，尤其青鸟群众，他在乎的是林北比对岸的小贱民们更有自由。林北不是韭菜，你们是韭菜 ，UCCU 996韭菜，这才是这个心态里面最恶心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一直看不起青鸟？因为比烂不会让人民进步，比惨不会让你觉得更好，而是要比好。